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黄金的价格持续的往上扬，应该是已经创了6年来的新高。那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有提到，2019年的财富重分配。那如果各位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点击这个地方。那这边提到2019年财富重分配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有提到，有经济学家预估，最近几年最火红、最多头市场、多头的商品呢，应该是属于黄金。所以在最近这个黄金大涨呢，有可能也就是因为对于市场的不确定，对于股票市场的失望，以及债券市场殖利率跌太多，也就价格涨太多，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债券市场呢也会心存恐惧。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呢，只有黄金呢是比较适合投资的，所以也就造就最近这个黄金呢大幅的飙涨。尤其是最近各国的央行呢都持续的购入黄金，所以造成这个黄金的价格呢往上的飙扬。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投资黄金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介绍投资黄金的几种方法，以及最适合我们一般老百姓作为黄金的投资的这个管道。首先，我们就针对我目前上所看到的各种黄金的计价方法呢来做换算，因为只有当计价的单位统一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去判断哪个地方的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买黄金的方法呢有几个地方。第一个，你可能会去银楼买这个市金或者是条块，那你也会去买黄金存折。台湾银行的黄金存折，那你也可能去在国际的这个黄金市场呢，去购买黄金的这个股票或者是 ETF。首先我们看一下银楼它的报价呢，都是属于每一台钱多少台币，所以我们抓了一个市场参考价，就是今年的8月15号。如果说你想要找这个银楼的金价的参考价呢，你就直接在Google 上呢，你就打台湾银楼金价，这样就可以查出这个银楼的参考价。那8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它每钱买进，就银楼买进呢是5410块，那卖出呢是5910块，好，所以它买卖价差其实蛮大的。那其实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银楼的不管是条块也好，市金也好，它的价格都是偏向卖方的，也就是说，它的卖方的价格呢是比较好，也就是需要你跟银楼买黄金，但是它的买方的价格呢就会比较偏离市场的行情。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想把这个黄金呢，不管是市金或者条块卖给银楼的话，事实上，你会跟这个国际市场价格呢是会差距比较大的。那8月15号，台湾银行的这个黄金存折的报价呢，它是黄金存折有3种币别哈。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就上台湾银行的网站去看。通常是每公克多少台币，好，每英两多少美金，好，还有人民币计价，它有3种方法来计价。那我们就抓一个跟国际市场报价最接近的每英两多少美元来跟国际金价的比较。那其实英两就是盎司啊，英两就是盎司。所以我们看一下8月15号呢，它的报价是这样：每英两台湾银行买进是1504.35美金，那台湾银行卖给你呢是1519.05美金。好，那我们看一下国际金价，在8月15 4点钟的时候呢，这个黄金现货呢每盎司是1512块美金，所以我们看这个价格呢，跟台湾银行的这个黄金存折呢其实相差不多。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银楼的这个价格呢跟台湾银行的这个存折的价格呢，跟国际金价来做比较，看他们哪一个地方卖的黄金呢会比较贵。首先，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单位呢，我们先来换算一下。刚刚我们牵扯到几个单位，一个是盎司，就是英两哈，那一个是台钱，一个是公克。公克呢是台湾银行它的台币计价的这个黄金存折呢是以公克来计，所以1盎司呢是等于8.29426台钱。那1盎司等于31.1035公克，所以这些单位呢记起来就好了哈。
那一台钱呢是等于3.75克，所以8月15的收盘价，汇率的收盘价呢是31.40啊。那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换算，把它单位跟币别呢统一之后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报价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银楼哈，银楼它每台钱是5410台币买进啊，美钱啊，卖出呢是5910，所以我们现在就针对银楼卖给你这个5910台币呢来去换算。那国际金价是每盎司是1512美金，所以我们去换算1512美金呢，就乘上汇率之后31.4之后呢，它就是47477台币啊每盎司。那我们再把这个盎司呢换成台钱，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说1盎司是等于8.29426台钱，所以我们把这个47477呢除上8.2946，就可以换出说每台钱呢是多少的台币。所以国际金价1512美金呢，把换算成这个台钱呢，跟台币呢，它就是每台钱是5724块台币。所以我们看跟这个银楼所卖出的这个5910块呢，每台钱呢大概差了186台币哈，就是银楼如果以国际金价来算的话，这个银楼卖给你呢，它每一台钱呢会贵186台币。那这个还好，我觉得这个差距并不是太大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银的黄金存折跟国际金价差距。那8月15号呢，黄金存折报出来，它的以美金计价的方法呢，美金计价的这个黄金存折呢，它每盎司就是每英两呢，它报出来是台银买进呢是1504.35，那台银卖给你呢是1519.05，所以1519.05呢跟这个国际金价呢，在1512呢，大概是贵了7块美金，7块美金。那7块美金你去换算成这个台钱呢，就是大概贵了26.5台币啊。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银楼呢是贵了186台币，好，那台湾银行呢它是贵了26台币，所以看起来台湾银行的这个黄金存折呢，它的价格呢还是优于这个你去银楼买这个实体黄金呢来的优惠啊。所以我由于刚才这个数字的比较呢，就如果说你纯粹是想投资，而不是说你真的想要把这个黄金呢握在手上啊，或者配在身体上，只是纯粹是投资的话呢，这个黄金存折呢，它会比你在银楼买4金条块呢还划算，而且你如果买4金的话呢，你还必须要加上这个工本费啊，这个费用也蛮贵的。第一个是黄金存折呢，它并没有较长的成本，就是说你不用储存啊，台银就帮你存。那台银的黄金存折呢是100%的准备，也就是说你跟他买1盎司的黄金呢，它就会库存里面呢就会放1盎司的黄金，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黄金存折呢，它的流动性很好，所以你今天跟台银买啊，你要抛给台银的时候呢，也都是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容易抛售，而且它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但是你去银楼的话呢，这个价格虽然有个参考价，但是这个价格可能每一家银楼它的价格呢会不太一样。再来是你买黄金存折呢，你一样可以兑换这个实体黄金，比如说你手上有黄金存折，有一堆的黄金，那现在碰到一个你需要黄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黄金存折呢去兑换，请台银帮你兑换成实体黄金，但当然这个是要手续费的。那相关的手续费呢，可以上台银的网站呢去看这个手续费呢是怎么算。再是黄金存折，它的买卖价差比较少，也就是它 bid offer 的这个价格呢比较相近，所以当你想要套现的时候呢，你把这黄金存折卖掉的话呢，你并不会损失太多的这个买卖价差。可是如果说你卖给银楼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刚刚讲过说，银楼它的买卖价差非常大，尤其是它的买价，它跟你买的这个价格呢非常的低啊，所以你卖给这个银楼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损失，就是跟市场的价格呢就会差比较多。当然就是比较便宜。刚刚我们讲说，它跟国际黄金的价格相较呢，是比银楼来的便宜。但是呢，这个黄金存折呢，它有税率的问题，那这个一直在模糊地带。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买进来卖出去有资本利得的话，这个是必须要课税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需要再去了解。那但如果说你金额不大的话，是不需要申报的。再是说，如果说你
你要买金融商品，是属于这个黄金的金融商品，而不是实体的黄金。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不管是银楼买，你说买黄金存折，它就是一个实体的黄金。但是如果说你想去买一个黄金的这个金融商品的话呢，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黄金的这个 ETF 哈。那台湾的这个黄金 ETF 呢，目前有3档，就是元大发的这个有3档的这个 ETF。那元大发行这个呢，它是追踪高盛的这个黄金压指数，它完全复制。可是呢，这个元大这个 ETF 呢，它手上并没有持有黄金，它没有黄金，它纯粹是用期货来操作，就是比如说这个指数大概在什么地方，它用这个期货的调配呢，让这个 ETF 呢很接近这个指数，所以元大 ETF 呢，它手上并没有这个黄金哈。那元大这个黄金 ETF 呢，它的市场费用比较高的，待会我们这张图表呢就可以去看出这个元大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黄金 ETF 呢，它们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它有费用，比如1%的管理费啊，还有0.15%的这个保管费啊，还有交易成本啊。比如说因为它是用期货在做交易，所以频繁的进出的结果就会造成它的这个交易成本呢会比较高。再加上因为它是追踪这个高盛黄金的这个ER指数，所以还必须要付一个这个指数的授权费啊。所以这一部分呢都是你买台湾的这个黄金的 ETF 呢，它潜在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底下有一张报酬率分析呢，你就看到当黄金它报酬率可能30%，好，但是呢你买这个台湾的这个元大 ETF 呢，报酬率可能只有26%，那中间少这个4%呢，大概就是被这些管理费还有手续费被吃掉了。那它另外还有发行反一跟正二，就是1倍就反向的，就黄金涨的时候你就赔的啊，黄金涨1块，你的这个 ETF 呢就跌1块，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黄金看跌的话呢，你就可以买这个反一啊。那另外还有一个00708L 正二，就是2倍的这个黄金 ETF， 就是说当这个黄金涨1块的时候，你买这个正二的话呢，你潜在的这个报酬率呢就会有2倍哈，它是这个概念哦。那目前成交量最大的呢，还是属于这个00635U，就是正一。那另外一个，我们提到这个美股的黄金 ETF 呢，所以如果说你有美国券商的这个户头，那事实上是买美股的黄金的 ETF 呢，它比较划算，因为它手续费比较低啊。那这个资料呢，是从这个 ETFDB.com 就 DB 就是 database 的这个网站呢把它抓出来。那它排名前5大，第一名呢就是 SPDR 所发行的这个黄金的 ETF， 那它的规模是最大的。那第2名呢是 iShare 发明的这个代号是 IAU 的这个黄金 ETF。那我们看第1名跟第2名，其实它规模已经差得非常大哈。我们看第1名呢，它就有410亿美金的这个规模，那 IAU 呢，它只有153亿美金的这个规模，所以第1名跟第2名它的 ETF 的这个规模差距就已经蛮大的。那第3名、第4名呢，它的这个规模就已经比较小了啊。那但是成交量最大的呢是第2名的 IAU， 因为它价格比较低，就是它的比较便宜，所以比较容易操作，所以 IAU 这个 ETF 呢也是让市场上呢比较喜欢的一个商品。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规模大的，你喜欢这个比较稳健的，当然就是买 GLD， 就是代号 GLD 这个 SPDR 所发行的这个黄金这个 ETF。那我们看这几个 ETF 跟黄金的现货的表现呢，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黄金现货，我们就抓去年8月的最低点跟今年8月的最高点，我们去换算它的报酬率。比如这个是黄金现货的这个周线图大家看参考一下。那这一张呢，就是 SPDR 发行的这个黄金 ETF 的这个周线图。那我们以这种方法呢去换算它的报酬率，我们看看它报酬率呢，台湾跟这个美股跟黄金现货呢差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们把比如说 XIU 就是黄金现货，那在8月13的时候呢，去年8月13的那一周呢，它的最低点是每盎司是1160美金，好，1160美金。那到今年8月12号的最高点呢，8月12这周的最高点呢是1535美金，所以我们换算出它报酬率呢，
从去年到今年，黄金现货的报酬率呢是32.33%所以这个黄金的报酬率呢，可能比很多的这个股票啊，或者是债券呢，它的报酬率都还要好，一年有三成多的一个报酬率。那我们看美国最大的黄金 ETF GLD SPD 啊所发行的这个黄金 ETF， 我们看一下。它8月份的时候呢，去年8月份是111块，那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是144块，所以它报酬率是29.73%。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 ETF 两档最大的 GLD 跟 IAU 呢，它的这个报酬率呢相差无几它其实这两档的它的手续费是有点差距的那GLD 的手续费如果没有记错啊是 0.4%， 那 IAU 的手续费呢 0.25%， 所以他们手续费还是有差的但是我们看一下事实上它报酬率的表现状况呢，事实上是差不了多少那都有 29.73%， 跟黄金现货呢有大概3%的这个差距。但是我们看00635U 呢，这个元大黄金的这个 ETF 呢，它的报酬率呢只有 26% 左右所以它跟这个美股的这个 ETF 呢，大概差个 3.7% 左右。那跟这个黄金现货呢，已经差了大概有6% 左右，所以看起来这个元大黄金这个它内含的这个手续费可能真的太高了，所以造成它的这个报酬率呢是比不上黄金现货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黄金 ETF所以这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工具，你没有美国券商的账户，你没有其他管道买美国的这个 ETF 呢，这个元大黄金 ETF 呢还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再是你当然也可以投资期货那这个期货呢主要是挂在这个 NYMEX 就是纽约商业交易所，那这个网站呢我们在说明栏呢这边会说明。那这个黄金期货呢，你在 Google 打的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网站。那这个是中文的网站，从这个网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黄金期货的报价，甚至呢有选择权的一个报价那我们看一下，那黄金期货的好处就是它几乎每个月都有，比如8月、2009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都有。那如果说你想看它图表的话，你就点进去，然后点这个图表，打开之后呢，它的图表呢就会让你看到你可以选择美国线或者是这个 candle蜡烛线 K 线图呢，就可以看出这个8月份的期货的一个表现那你也可以看它的这个选择权比如说这个 option， 你可以看这个8月份这个 option 的报价你也可以做这个选择权。那黄金选择权的期货也是蛮大的所以那另外这个黄金期货呢，它有这个大的期货跟小的期货。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小试身手的话呢，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小的这个黄金期货。那它每跳动一点的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契约价格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介绍呢就到这边。那主要就是介绍这个黄金，如果说你要持有现货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以黄金存折的投资效果呢会比较好。那如果说你想做 ETF 的话呢，就是做美国股票的 ETF 的这个报酬率呢会比较高，就是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如果说你要短期操作的话，你想做期货选择权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黄金这个投资的工具呢非常多，就看你是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属性。那你喜欢这个短期的获利呢，还是说你是一个长期的黄金持有者？由这些工具当中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筛选。祝大家投资顺利，谢谢大家。